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NPD 叙事的深层意义，这也是我们关于 NPD 这个系列的第3期了。在前2期视频里，我们一起肯定了 NPD 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它让许多人第一次拥有了识别伤害、开启自救的语言。但同时，我们也探讨了这种对 NPD 的批判也在走向一个奇怪的方向。它将一个心理学概念给妖魔化和扩大化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关于纯粹之恶的隐喻。当我们以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许多思潮，我们都会发现，许多最初旨在让人反抗强权、追求解放、走向觉醒的理论，在现实中反而走向了一个怪异的局面，那就是这些理论在赋予一部分人力量的同时，却可能让另一部分人更深地陷入了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中。当事人在不断地控诉那个迫害性力量的过程中，并没有变得更振作，反而是加剧了他们对那个迫害性力量的恐惧和无力。也就是说，许多看似是弘扬主体意识觉醒的话语，反而变成了一种更加隐蔽的逃避主体性的症状。人类在逃避对主体性的觉察上有着巨大的创造力。那么，这其中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觉醒让我们更有力量，而有些觉醒却让我们更感无助？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在上期视频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 ：NPD 那看似强大的操控力，其真正的组成部分，并非源于它自身有某种不可解释的魔力，而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第一是由环境、文化和制度所赋予它的权利和优势地位；第二点，也是更隐秘、更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已存在的创伤和匮乏。上期视频里，我们主要讨论了各种权力关系。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需要把镜头完全转向我们自己，去探讨那个更困难，但也更具解放性的话题：我们的创伤是如何成为对方操控的钥匙的。当我们这样思考时，就会意识到 NPD 的破坏力是我们可以通过看见和疗愈自己的创伤去改变的，而不是什么不可解释、不可理解的恶。承认这一点反而是不容易的，将恶归结为不可解释的本质，尽管让一个人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感到无法行动，但也会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不需要面对具体生活，不需要去解决问题的，因为对方太强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开始。在第1期视频里，我们提到了那个假扮富豪的男性 NPD。他通过搭讪认识一位女性，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事业有成，朋友圈里满是旅游和奢侈品，并开着豪车接送。当这位女性以为自己即将开启一段甜甜的恋爱时，才从别人的爆料中发现，这一切身份都是伪造的。毫无疑问，这个男性的行为是纯粹的欺诈，是不道德的。但为了我们自身的成长，我们需要提出那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当事人的内心里，炫富会和甜甜的恋爱画上等号？如果再次遇到类似的人，这种被骗的结局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吗？当一个人被一种浮夸的东西所吸引时，他或许可以温柔地问问自己，这份吸引力的背后是否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匮乏感？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贫穷，或长期处于对财务不安全的焦虑之中，那么财富对他而言，就不仅仅是具体的金钱，更是一种关于安全、稳定、被保障的强烈心理符号。一个开着豪车的男人，在他眼中可能不是一个炫耀的人，而是一个能将他从生存焦虑中拯救出来的英雄。即便他已经暂时摆脱了贫困，但他的身份认同仍然陷在过去的匮乏之中。这种对安全感的渴求会让一个人的理性暂时短路，因为理性的分析有可能破坏那个能带给他短暂安抚的幻象。而如果他看见并疗愈了自己在物质和原生家庭里所经历的创伤，
那么当他再次遇到这样的人，他看到的是这个男人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金钱和物质，他对我的内心世界毫无兴趣，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深度的交流。结果是当事人只是感到无聊和乏味，至于对方本身是否真的很有钱，倒不是那么重要了。再比如，在中国更为常见的是对权力符号的迷恋。一个男人在饭局上总是不经意提起我认识某某局长，我和某某官员一起吃过饭。对于一个从小就体验到无权和无力感的年轻人来说，他很可能不假思索地陷入到对这些符号的崇拜之中。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有着某种巫术般的魔力。他不会思考这种所谓的熟人关系到底算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他也不会思考这种权利可能会受到来自上级或者内部各种各样的制约。在他的想象里，体制本身是铁板一块，无所不能的。当然，他遭受了这个人的欺骗，的确是值得被同情的，但这并非一个完全无法避免的结局。我们再举一个更为常见的例子，某位女士的成长在一个长期被父母忽视和贬低的环境里，她的任何成就都不被父母看见，这在她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创伤，我是不重要的。这时候，一个男性 NPD 出现了，他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强烈的理想化，他开始猛烈追求这位女士，不断地说，在我眼里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家人根本不懂你的特别。可是，这位男性 NPD 的夸奖和恭维往往是空洞、夸张和廉价的，并非拥有什么可怕的魔力。比如，他对这位女性的心情、成长经历、更复杂微妙的心路历程缺乏了解和倾听的兴趣，而总是急于用一些好听的高度概括的大词来给对方下一个定论，比如勇敢、聪明、优秀、有个性等等。虽然这些词语听起来很美好，但却堵住了这位女士更全面地展开自己、表达自己，她也说不出具体的、可观察的细节来证明对方的独特。再比如，这位男性的夸奖可能是不连贯和摇摆不定的。当这位女士符合他对于知性女人的想象时，他就热烈地赞美这位女士多么的有文化。然而，当这位女士提出了她所不熟悉的观点或者反驳她的想法时，他不愿意多想，反而开始批评对方思考得不够成熟。同样的道理，他可能赞美这位女士独立勇敢，却对于那些超出他理解的独立性毫无耐心。因此，这种理想化之上的赞美本身其实并不真的理想化，而是随我需要、叶公好龙、脆弱和不连贯的。正因为这种理想化存在如此多的缺陷，因此这样的 NPD 也就不具备无条件蛊惑对方的能力。这种蛊惑不是他单方面有什么魔法，而是仅限于对那些相信这种幻象的人有效果。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Anthony 的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在责怪受害者，在要求受害者表现得完美吗？当然，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这里要区分两种责任，外部责任和内部责任。外部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伦理或者法律层面的责任。如果某个人只是正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却遭受了另一个人的欺骗和伤害，那么受害者当然是100%无辜的，是无需承担责任的。这是不能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样的话来混淆是非的。而我们说的内部责任，则指的是在人的精神层面的责任，它与过错无关，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它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责任。在这种意义上，人每时每刻都有责任。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所遭遇的客观伤害负责，但是我们在被伤害后，我们该如何拯救起自己，这件事却是我可以负责的。外部责任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我在这个社会中具体的能力、身份、位置等等。比如，我不是消防员，那么我就没有冲进火场救人的责任，我能力越大，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多。而内部责任则是无条件的，它建立在我有自我意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我是一个能思考自身处境的主体，即使我放弃我的自我意识，那也是我的自我意识选择放弃的，所以我仍然要对此承担责任。这意味着所谓的精神控制、脑控、
洗脑等等，他们永远不能绝对和完全的操控一个人。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讲述自己体验到严重的被操控感，比如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迫害者的痕迹，那个迫害者的声音和思维在自己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发号施令，以至于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干不了，一切都无能为力。我理解这些感受在心理层面上都是100%真实的，他们也的确是来源于现实的伤害，然而他们永远都不能完全地决定一个人的精神。我们的生存环境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被抛入的。比如我生在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压抑的集体环境，或者设想一个更极端的处境，一个人被无端地扔进监狱或者集中营，但即使在这种状态下，他至少还可以选择面对这种生活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还是主动的抵抗，哪怕只是在精神上。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些环境难道不是会给一个人带来心理创伤吗？的确，我们频道的许多视频都是在讨论创伤，将问题外化，比如将一个人在学习上的障碍追溯到中国的教育上，将某种焦虑、抑郁追溯到童年经历上等等。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并非为了说明人是无可作为，完全被环境所决定的。事实上，这种追溯和分析恰恰是增加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例如，当我们分析原生家庭的创伤时，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个体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父母决定的，所以他要去审判遥远的外部的父母，去和他们对峙，或者说去改变他们。这些行动当然可以存在，但治疗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区分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创伤之前，一个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混沌的，充满了互相冲突的声音。一种是内化的父母权威，他们是在过去与父母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异化自我，或者说虚假的自我。这些虚假自我表面上是以自我的名义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是父母意志的代理人。另一种则是真实自我的声音。当事人无法区分这两种声音，当内在的苛刻的声音在内心响起时，他会误以为那是自己的想法，误以为自己真的很糟糕，不配获得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当我们通过对创伤的领悟和觉察，能够越来越多地将异化自我识别为一个来自外部的异物时，我们真实自我的轮廓也就逐渐浮现出来。真实自我正是通过与异化自我的对比和分离，才能获得明确的定义。表面上看，这是在推卸责任给原生家庭，但本质上，这是在收回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最终解释权和管理权。这恰恰是承担起了最深刻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内部责任。这与受害者叙事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受害者的叙事那里， NPD 是一个能实时操控我精神的人，而非透过他在我内心的代理人。如果一个人相信他者能够以一种神秘的外部的方式操控自己的精神，那么他的生活重心将会放在与这个操控者不断战斗之上，然后他可能会发现 NPD 似乎越来越多，无处不在，他像一个幽灵一般，可能寄生在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的体内。比如这篇文章50个特征辨认难 NPD 里，就把 NPD 分为高功能、低功能、显性和隐性4个象限，并且连拍照时爱抿嘴，梦中磨牙大叫，开车时会路怒都算 NPD。 可以说，只要一个人的自我稍微表现得比较舒展，都可能是 NPD 的表现。当个体感到外部充满了可怕的敌人，试图在 NPD 幸存者的社群里抱团取暖，他们仍然不会感到安全，仍然要在这个小社群里继续革命，划分派系，识别敌人。比如在 NPD 幸存者的社群里，就有人说要警惕那些批判 NPD 的博主本身可能也是 NPD， 因为按照 NPD 的划分标准，隐性 NPD 的特征就是通过卖惨、诉苦、装委屈来试图博得别人的同情，操控别人。按这种说法，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是自信还是自卑，是张扬还是内敛，是幸福还是不幸，都可以归结于某种 NPD 类型。最后个体发现自己好像也长成了 NPD 的样子。
这就把这个概念搞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主客体未分化的玄学概念。当标准变得如此模糊和主观时，我们当然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它的影子。而这种驱魔仪式也就注定是一场永远无法胜利，只会让所有人陷入更深猜疑和痛苦的内耗。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